为什么要讲 Ed Hardy？ 因为他又来了。我觉得这次应该是没有办法王者归来了啦，但他的故事跟很多品牌的现在进行式很像，我觉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啦。嘿，我是兔兔，旅居美国，代购15年，玩鞋30年，从小甜甜布兰妮狂穿到 TJ Maxx， 到销声匿迹，现在又回到 TJ Maxx， 还跑进鞋店、滑板店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曾经的美式街头王者之一 Ed Hardy。准备好了吗 ？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闪回2000年初，那是 Ed Hardy 的神话起点。传说 Ed Hardy 本人是第一位到日本学习传统纹身的西方纹身艺术家。故事大概是一个来自加州的年轻人，70年代在日本学着画龙、画鬼、画波浪，30年后把这些图腾印在 T 恤上，然后卖到全世界。但这些都是传说，品牌都需要一个故事，所以品牌都会有一个故事。简单总结就是次文化、小圈子、真功夫，这几个叠加在一起，炸出一个超级酷的火花。有本事有故事不够，一个品牌要起飞还要行销。Ed Hardy 碰上行销鬼才 Christian Audige， 这时候还是2000年初，手机可以照相，快要开始流行脸书了，一切都还没有那么资讯爆炸。这时期的资讯差是阶层差，普罗大众看不到明星穿什么，应该说没有那么容易的看到明星们穿什么。但 Christian Audige 让你看到了，这是明星们疯狂曝光 Ed Hardy 的时期。布兰妮、Michael Jackson、Paris Hilton， 每个人身上要么老虎头，要么骷髅头，而且还要水钻的。如果没有水钻的还不够酷。那买一件 Ed Hardy 呢？买的不是衣服，买的是一张进入名人朋友圈的门票。他成功树立了一个超级酷的形象，就这样穿搭，这样就是最酷的形象。其实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啊，你看到的是他想让你看见的，他希望你看见的，你就会看见。我也很不愿意承认，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行销，知道这些手法都是行销，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接受。只要有人接受的行销，就是成功的行销。很多人接受的行销，就是很成功的行销。没办法反驳。我觉得啊，一个品牌死亡，不是破产，不是被骂，是被遗忘。但你如果被记住，但却是以一种很糟糕的形象被记住啊，那算不算是生不如死？2000年初提到美国的次文化，就离不开 NTV 台。NTV 台的电视节目经常就是年轻人脑中最酷的那种样子。2008年 NTV 台横空出世了一档真人秀节目，叫 Jersey Shore， 大概就是一群帅哥美女啊，晒得焦焦的，练得壮壮的，天天喝酒啊 party 啊，玩乐啊，享受人生，把叛逆啊乖张啊好像很有态度的样子搬上电视荧幕。一开始很多人都想变成那个样子，因为真的很酷。我读书的时候去了很多 party， 都有 Jersey Shore 的影子，但那个就是一开始很酷，很快的这些行为越来越显得粗糙，接着变成粗俗，然后就不酷了，然后就变成超级不酷，那就不是we got a situation， 那就是事情严重了。对 Ed Hardy 事情严重了，因为里面的主人翁大量的穿着 Ed Hardy， 大量的从头到尾要么老虎头，要么骷髅头，一瞬间啊 Ed Hardy 跟那个超级不酷的形象紧紧绑在一起。传说品牌方都跳出来拜托他们别再穿了，这样子好像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得到品牌方的认证就是了。不是所有很酷的人都看到那个不酷的节目，所以只被 Jersey Shore 穿到不酷啊，杀不死你。真正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无底线的授权，毫无底线的授权。Christian Audige 把老虎头啊、骷髅头啊印满了各种你能想象到的商品，方向盘套啊、汽车的香氛卡片啊、汽车椅套啊，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。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壳、充电器、蓝牙耳机，现在通通都有了。他们把涂鸦啊、logo 啊印好印满在那些无关紧要但可以让你乱花钱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很微妙、很巧妙的心理陷阱。因为至关重要的东西你会审慎思考，你还会做点功课再决定。但无关紧要的东西无所谓，你会觉得大牌子也应该 OK 吧，应该也无所谓吧。正是那个无所谓，掰断了品牌跟品味之间的连结。
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啊，也反射出可有可无的品牌价值。这算是这个美国硬汉精品的夕阳余晖，就是差不多了啦。这时候没有资讯差，只有品味差，或是有没有品味也没差了。我觉得这种包装啊，是一个商品进到折扣店的指标。某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手表啊、香水啊、耳机啊，一些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，它就会是这种很浮夸，好像很厉害的包装，好像试图用包装来掩盖它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。我们很容易被这个包装吸引，就会觉得哇，这好精致啊！其实真的精致啊，一般般啊。这种就是典型的虚有其表。但这个是这样，现在你会觉得这样是浮夸啦。当所有的好莱坞明星啊，那些一线最会穿搭的明星，潮流教主、教父、教母，教的，只要他们通通都说这样是最酷的，那大家就觉得这样是最酷的。时间来到2010年 ，Ed Hardy 内部先炸了，然后2011年6200万品牌被贱卖掉。说贱卖是因为2009的巅峰时期 ，Ed Hardy 的全球营业额是超过7亿美元的。所以6200万成交不是下车，是跳车，然后接着就是全球熄火，门市一间一间关掉。2015年那个把品牌推向巅峰的人也走了。当年花6200万接盘的呢是 IBG。IBG 是一家专门做品牌授权的公司，他们买下来当然不是为了什么复兴街头文化，当然就是要榨干这颗老虎头最后的剩余价值。如果说之前的授权是无底线，那现在就是突破底线，所以呢，其实是没有底线的。消费者的部分呢，2011年开始进入一个 social media 大喷发的年代啊，有人分享，有人追捧，有人戳破分享，不断的反复，把大家的胃口越养越大，一切的资讯也越来越透明。很多东西的讨论啊，都可以套入这种循环。开始有人贴文，开始有人回复贴文，有人开始在贴文下面说这东西我多少多少钱就买到了。这不是炫耀，这是典型的戳破神话的清醒表演。当品牌神话被网络戳破之后啊，我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像最后一个交了智商税的冤大头，必须抢先变身为理性的消费者。我们要赶快用买的便宜来掩盖自己跟风失败的焦虑啊。当然这也还是炫耀，炫耀自己清醒。从炫耀我跟上了，到炫耀我早就看穿了，从炫耀跟风成功，到炫耀没被割到韭菜。表演的内容变了，但表演的本质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。那永远都会有人在贵的东西下面留言说自己买便宜了，也永远都会有人急着证明自己是看穿游戏的人。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意见被看到。最有趣的是，永远都会有人想让别人看到自己说的，其实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想啦。OK， 那我的时间线呢，刚好就跟上 Ed Hardy 的兴衰。我有像 Jersey Shore 里面的小伙子们一样的 party 过，也帮很多人变得跟 Jersey Shore 里面的小伙子们一样酷。后来美国开始流行觉得 Jersey Shore 那样不酷了，但你那头的百货公司还没收到风，还是卖得很贵。不在意 Jersey Shore 的人，就只知道那个老虎头、骷髅头的帽子在百货公司里还是很贵，电视还是很多明星、艺人、主持人都在戴。这就是资讯不对等，你没有第一时间就很酷，你也不会第一时间就不酷。早期的代购就会吃到很多这种资讯不对等的红利，但现在资讯透明了，这种资讯不对称很少很少了。但还有别种，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资讯不对称。代购永远都会存在，因为代购不是帮你买，代购是帮你解决跨领域、跨区域、跨边界的摩擦，永远都会有这些摩擦，永远都会有人解决不了。Ed Hardy 的故事呢，其实不只是衣服啊，它是一个符号，一个形象怎么诞生，怎么爆红，最后又被自己玩坏的故事。不过潮流是这样子的，一个东西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时候啊，它叫文化；当一堆人都穿的时候呢，它就变成制服。Ed Hardy 只是走在前面，提前走完这一圈给大家看而已。现在他又回来了，但我不知道这一次穿的人呢，知不知道他以前有多红？又或许呢，其实也根本不需要知道了吧？这一套逻辑不只属于 Ed Hardy， 很多品牌都是这样。这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唯一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OK， 如果你喜欢美国生活、shopping、折扣店这类的内容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，别忘了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了。有什么店想看、想听我聊的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
人生继续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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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